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为什么到了阴间还要车牌和驾驶证，后来想了想，可能是怕死人开车撞死人吧。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然后，对，谢谢你。我在上海呢，叫 Thanks。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在校生，所以今天给大家聊点年轻人的话题，咱们聊聊上坟。我18岁那年，我爷爷迁坟，然后我第一次去我爷爷那个新墓地上坟的时候，就发现我爷爷的墓地明显比周围的要大。我就问我爸为什么，我爸说因为咱家买了一个3代的墓地。我说哦，也就是说我太爷爷、太太爷爷都在里面呗。我爸说不，你爷爷是第1代。我当时都吓坏了，我说爸，咱俩今天还回家吗？我都特别怕他给我一句说来都来了。我说爸，咱不能在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之间选择没死硬埋吧。我爸就跟我说，我们只是买了3代的墓地，又没说必须现在用。我说哟爸，那你目光挺长远呢。我那年才18岁，没毕业，没工作，没车没房，有一块自己的墓地。我觉得人的一生很长，不应该18岁那年就找到人生的目的。我爸给我解释说，咱这是公墓，如果不提前买好的话，等爷爷附近墓地被别人买走了，咱们就没有办法和爷爷埋在一起了。我说爸，如果没记错的话，爷爷活着的时候，咱都不跟他住一起。但没有办法，这个墓地就属于是买都买了。我就试图说服自己接受它，然后发现其实提前有个墓地确实挺好的，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比如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跟你爸死哪儿去了？我说锰河公墓48号。然后而且我们家那边烧纸有个习俗，比如说我要烧给我爷爷，我就要一边烧一边念叨他，他才能收到。自从我知道那个墓地有我一份之后，每次烧纸念叨2句我爷爷，我就念叨1句自己。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现在个人总资产已经达到了阳间2500，阴间7600亿，存了一个死期。我现在为了存钱，逢年过节就烧纸，不光清明节烧纸，圣诞节我也烧纸。前2天父亲节，我爸说啥没让我去。我为了烧纸，就是有一次去烧的时候，旁边有那户人家也在烧纸，那个人一边烧一边想跟我唠会儿嗑，他说孩子，你这是给谁烧呢？我说给我自己。当场他脸就绿了，跟他手上那个玉皇大帝是一个颜色的。就那天吓得他往我这儿烧了2个亿。我那样坚持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在衡中学到一个道理，就是将来的我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但我有点太努力了，我爷给我托梦了。他说别烧了，够了，下面都要通货膨胀了。我说爷爷给您烧，您就收着呗。我爷说真不用，真不用。说哎，给孩子的。我不光烧钱，还会烧一些纸扎用品。纸扎用品太有性价比了，纸扎的跑车9.9块，还送车牌和驾驶证。我现在是保时捷名 A 5个9的车主，我还有一个绿牌新能源的，弥补一下烧纸不太环保的问题。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为什么到了阴间还要车牌和驾驶证，
后来想了想，可能是怕死人开车撞死人吧。然后我做了这些准备以后，我现在就觉得，虽然活没活明白，但死我已经有着落了。我不羡慕有钱人，活着有钱，死了又带不走，死后有钱才真正的富有。生前你不理财，死后财不理你。我现在心态很洒脱，我就属于阴间土豪体验生活来了。我也不害怕死亡，我觉得死亡无非一种未知的恐惧。很多人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后会面对什么。我知道，巨额财产，我现在都在想早点下去。前段时间我又回去给我爷爷上坟，然后顺便转移一些资产，转移到我的这个地下钱庄。但我那次去的时候就发现，某河公墓的大门和围墙被拆了，门口竖着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河北省某河公墓涉嫌非法经营，即将被拆除。我当时的反应也是，他一个公墓，他能怎么非法经营？他是在坑里打隔断了吗？我就一定要查清楚。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是因为虚假宣传。就是按理说，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但他宣传为永久。我觉得这就说得通了。要是知道产权只有20年的话，那谁会买3代的墓地呀？那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一个公墓的产权只有20年？20年以后，那骨灰咋办呢？怎么白发人化灰会挥发吗？我现在算是发现了，提前给自己烧钱一点用都没有。辛辛苦苦攒了那么多钱，现在告诉我金库要拆了，我也是没想到，年纪轻轻，人还在，坟没了。今天也是忠告大家，这理财有风险，烧钱需谨慎。就不说了，我要找下一个人生目的了。好，讲这，谢谢大家。谢谢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感谢谢的表演，谢谢你为大家做的这个开场，还是蛮紧张的哈。紧张。现在好点吗？现在没好。我说讲段子的时候，其实比现在要好一点。演完以后开始反劲儿了。演得很好，很好。我看几位拍的特别错落有致，大家都拍在了不同的地狱笑话上。我应该是拍的第一个，就是18岁已经找到人生的目的，我觉得很精彩。然后我很喜欢你的名字，因为很有礼貌。谢谢。我觉得你的内容非常好，因为你一开始讲的时候说要讲一些年轻人的东西，我好怕有代沟，我听不懂。结果我发现你的段子是老少咸宜的，然后虽然这个话题一开始听了不知道该笑还是不该笑，但是真的很好笑。谢是还在读大学对吧？对，现在是北大的。是。我记得谢在第1轮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高的高分。对。第1轮的高分会对这一轮有压力吗？有，因为其实第1轮我感觉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吧，所以这一轮还挺紧张，而且这一轮，准备比赛的时候还正赶上期末考试，我半个多月交了6篇论文，可见写的质量也就那样。我小众的苦恼啊。北大小众苦恼。得让导师刷了。导师知道因为导师现在还催我交论文呢，我刚才说不急，先把节目录了。我论文主题就是研究单口喜剧线上节目的话题对传播度的影响，就是这个。但是刚才你们也听说了，就是质量很差。跟您的老板说，这现在在社会实践是吧？对，我就说实习呢。
我觉得谢谢很厉害，因为你讲单口喜剧其实才不到2年的时间嘛，对吧？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真的文本能力很强，然后对事情的思考又很奇妙。你上一轮讲的应该是衡水中学整个备战高考的过程，对，然后现在年纪轻轻又有了一个墓地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你的人生很丰富哎。这看着就不怎么丰富了，都到墓地了。是。然后我听完以后，我觉得有道理，我也应该买一个墓地。哎，你上次自己办完自己那葬礼，不是一条龙的吗？就是。对，还没有往下走，应该走下一步的。我葬礼也办了，我就可以买墓地了。咱不应该先买墓地再办葬礼吗？中间放哪儿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第一次的表现特别好，所以这次其实对你特别有期待，也挺有意思，挺好玩的。你毕竟也没开始干几年嘛，还赛校生的嘛，而且还是在半个月赶了6个论文之后，忙里偷闲在做我们这个。没有。而且这个我发现今天啊，关于死亡的这个议题非常多。这个赛段，对，刚才明飞也是说这个祖坟问题，对吧？陈爱是关于那火葬场烧人的问题，然后再到你这个，对，现在年轻人都开始信风水了，开始看鱼了，现在开始。确实是，为什么都是跟死有关的，死亡传染的这种感觉啊？挺好的，也不错。我也很喜欢这个玉置坟的这个话题，因为这位老艺术家讲的非常有道理啊。我觉得谢谢，就是整个思考文本能力肯定没问题。他才大学在校啊，对不对？04年的朋友。对啊，缺的就是舞台经验。你看看郭麒麟同学几岁登台，现在到台上挥洒自如，那个东西就是养出来的，其他的都已经足够好了。很喜欢这个作品，棒！感谢。哎，谢谢。我问一个问题，就你演出，你一般下来以后怎么评价？说，哎，我这场我演的效果怎么样？我感觉就是每次演出都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跟观众的连接，就是因为我能感受到今天现场的观众都非常好。我就有时候在线下演会出现那种，能感受到观众不是很想听我的东西，那种时候就会比较难受。大林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把他们？那都是一些个非常那个下作的手段了。比如炸口什么的嘞，这都不能放在脱口秀。炸你就，这不行。哎，这不是付航常用的技巧。我什么时候干那种事儿？啊，这还再来好玩吧？好玩，再来一个。我又想起你说那个，你是个大喇叭，你就是个大喇叭。特别好，谢谢，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场，谢谢你。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那为了对决的公平起见，我们暂时不公布你的观众投票，请你先落座休息，谢谢。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也不用多介绍了，大家都很熟悉，掌声有请梁岩。大家好，我是梁岩。哎呦，很开心啊，又来了。你看，现在观众也认识了，是吧？去年头一回来，大家都不认识，我也很紧张。我去年来之前，我还问了问我妈，我说我要去上海比赛，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的？我妈说到人家那儿啊，少说话，早点回来。我说也可以不去啊，也可以不去。但是你别说，做到了，是吧？很快就走了啊。确实啊，家里边有一堆事儿。去年我也讲了，家里边呢还有2个小朋友，是吧？哥哥大了，那妹妹还小，还要请个阿姨帮忙照顾，就很困扰啊。我媳妇就觉得选不好，我就劝我说你随便选一个，不合适我们就换。我媳妇说我啊不行，我看人不准。啊，是那意思吗？看人不准，骂人挺脏啊。我说你这样，你就选一个有经验的。他说不行，有经验的呀都油，爱偷懒儿。我说那你找一新手。他说新手啊不行，带不好。我说那你找一岁数大的。他说不行，岁数大都干不动。哎呦，我说你找一年轻的。他说你要干什么呀？哎呦，我要干什么？我要跟阿姨出去单过。他说你别废话啊，你刚才你都笑出来了。我说我这是苦笑，我还笑出来，不小心啊。
选不好，其实我也能理解，是吧？你家里突然来个外人，又照顾孩子，总是不放心啊。后来我也选烦了，我说干脆别选了，就让我妈来就完了。我媳妇说：“哎，选好了，选好了。”你知道，当你把主要矛盾拿出来的时候，次要矛盾好解决，当场就选好了。选好了，阿姨呢就是聊一聊工资嘛。哎呦，阿姨这工资也不是说高，也不是说低，阿姨这工资啊准。阿姨这工资就跟看着我工资条定的似的，哦，跟我工资一边多，跟我工资一边多什么概念啊？她要是全勤，我不敢请假。其实关于阿姨这工资啊，我想过，你比如说我一个月我挣好多啊，我就不差阿姨这点工资。我一个月2000，我自己辞职当阿姨。现在它一样。当然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说啊，一样，你也可以自己辞职当阿姨，你还能自己照顾妹妹。但是我们那个本职工作不是还有5险1金？阿姨这工作管吃管住，我呢上班不远，她就住我们家。哎呦，我们俩这工作一时间还有点难分伯仲。哎呦，我说我这工作还没点优势，我说我这工作稳定，阿姨说对你稳定我就稳定，狠狠被拿捏啊！签了合同越想越别扭。你看原来上班就跟妹妹说爸爸上班挣钱给你买好吃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上班挣钱都给阿姨了。什么感觉？现在感觉为人民服务啊，很具体，为阿姨服务啊。我说我还给你发工资，我说我干脆直接让我们会计打你那儿得了，那咱俩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你哪能那么没出息啊？”阿姨来了呢，就是融入的也很快，几天啊就有主人翁意识了。现在每天在家里抱着妹妹送我上班，走吧，去忙去吧，啊，就给我挣工资去吧。哎呦我我走我也不放心啊！我说阿姨，您记得给孩子喝奶粉。阿姨说，非喝奶粉啊？我说不，非喝奶粉。二宝啊，特别喜欢那个飞鹤、星飞帆、卓瑞，聪明宝宝都爱喝。阿姨说，行了，别嘱咐了，快去挣奶粉钱去吧。我说，哎，你别说，挣着了啊。下班回家就赶紧抱妹妹，我这边抱着妹妹，阿姨就拉我聊天，说你看看还是闺女好吧，将来老了还是得闺女照顾你。我跟你说，儿子都指不上。我说阿姨您别这么说。阿姨说嗨，我有分寸，你儿子不在我这么说。我说您啊，最好是等我妈也不在。阿姨没事呢就拉我聊天，然后就数落我。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新员工入职啊，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价值，但是阿姨展现那方式吧，就有点奇怪，就老批评我。她说：“你看这纸壳本，卖不了多少钱，还占着地儿。这扫地机器人最没用啊，擦不干净地我还擦它。”我说：“哎呦，怎么刚上班就骂同事？看哪儿都别扭。”我觉得阿姨啊，就是工作不饱和，是吧？每天就是闲的。你看她带着孩子啊。上午玩会儿，中午睡觉，下午又玩会儿，这一天就过去了。你想我们那一天，差不多，差不多。难怪工资一样多哈。我说阿姨不行，干脆你上我那儿上班就得了啊，反正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你的活儿啊？”哎呦，我说您别说啊，差不多。我在单位伺候领导，您在家照顾孩子，没事呢哄哄他，有事儿给他擦屁股。阿姨想了想，阿姨说不一样，说我在家就擦这一个屁股。还挺了解我们领导啊，你看老觉得阿姨不干活，工作轻省。前一段呢，阿姨啊老家亲戚结婚，请假回老家。他请假回老家，我请年假回家当阿姨，就保持一个收支平衡。
你看阿姨一走，我就发现了这活啊，什么都是这样，看着简单，其实还是非常累，啊，每天照顾孩子又得干家务，天天盼着阿姨回来。我这边盼着阿姨回来，我扭头一想啊，我也1个礼拜没上班，单位是不是也很想我呀？礼拜1上班，我说怎么样，朋友们，上个礼拜都顺利吗？我们同事说啊，你上礼拜没来啊？我这1礼拜没去，没发现。我扭头回家呢，就跟我媳妇儿吐槽，我说你说像话吗？哎，1个礼拜没上班，我们单位同事没发现。我媳妇说啊，你今天上班去了？谢谢大家，我是梁岩。谢谢梁岩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感谢梁岩。哎，谢谢大家。我有点忘了，你俩这个 PK 是谁选的谁来着？我选的谢谢。当时是谢谢是他们组的第2名，上一个赛段非常高票，190多票。然后我就选了谢谢，我觉得会后边的我的队友相对更宽裕的选择。装的，其实我觉得我能赢。但是刚才那个大屏幕，你看那个谢谢梁岩，我就感觉有点送我走那意思。哎，我冒昧的问一句，他是不是比你那儿子大不了多少？他比我儿子大2岁。他是我们这一届选手第2小，我是第2老。一场这个尊老爱幼之战啊！我觉得梁岩的脱口秀风格就特别像那种叙述版的情景喜剧，就是他的人物刻画的都非常的有来有回的，然后有对话有场景，然后很细致，就是那种生活细节渗透在整个文本里，让你觉得好像可以反复琢磨这些生活中的小巧思小观察，就你听完觉得哎啥都舒舒服服的，这感觉又挺好笑的。哎，谢谢您，谢谢梁岩，还是那个，对，不疾不徐吧，我就觉得就是听您说话特别舒服，啊，就非常适合那个陪睡，因为是真的，就能让人精神放松嘛，而且都是那种哎值得回味的，他老有那种各种后勾，然后哎听着哎还真还有点意思，特别精琢磨，哦，这个其实挺难得的。梁老师，你以前学过相声吗？我没学过，但是呢，从小就听老北京吧。老北京，对，从这个最早还爷爷抱着就听话匣子，就听相声，甚至也都还会听这个您父辈的这个相声，也是一直听。您这是我听过的最像单口相声的脱口秀。哎呦，而且您身上那个范儿啊，那个包括嗓音呐，跟施圣杰先生的有那么有点像的啊。哎呦，而且您就是包括您的表述，就是包括这个对话两边的这个转头，这个都特别那什么。可见其实这个脱口秀的舞台是什么都可以，只要观众笑了就足够好，是挺棒。感谢您，谢谢。而且梁老师不是您自己是在哪个团队？不还有什么梁岩杯吗？那不是有那个梁岩杯？您冠名的是吗？老参加那比赛，老把人心那个岁数小的一通乱打，然后哎，你看这不是这报应来了？不是，就是大家谬赞，就是我参加的多，我参加的频次多，只是。哦，我以为您赞助呢，因为您要是有闲钱，我们节目还缺点赞助，就是。喜剧之王梁岩记。哎呦我天！哎呦，我得管谢谢借钱，他那儿多。7600多亿，那只能咱们在地下播放了。Underground。其实我真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沉浸在这个北京腔儿吗？就北京腔，北京腔。腔儿。老北京。那个儿化音儿吗？很有感染力。不用，不要，乱套了啊！怎么这感染还一粒儿一粒儿的？听着，北京人这么贫，话题我好喜欢啊，因为我们也一直不停的在找阿姨。哎，梁岩老师，你有说故事给你小孩子听吗？哎，念这个现在这个最开心的时候，给妹妹念绘本。哇，好幸福哦！
啊，因为现在太小，他那个绘本呢都还没什么字儿，就还得他不都是画吗？绘本您给人念，绘本一点点字儿就给他讲故事。哦，嗯，小朋友的世界里，现在什么白雪公主、灰姑娘，听的全是北京人，普通话倍儿标准。好，恭喜梁岩也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我们也把谢谢请回舞台中央。一场新老对决，也都是来自北京非常优秀的演员，结果究竟如何？请看大屏幕。谢谢，真的是特别棒，因为他不光是先手，还是开场，能把这个东西稳住非常难。他不光是稳住，他堪称是经验，他的经验也给梁岩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梁岩老师是文本型的，谢谢他也是文本型的。他们如果是能炸起来这个场子的话，一定是文本必须得非常精良。我觉得他们俩其实实力也是不相上下。恭喜谢谢184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176票也是非常优秀的成绩，我们最后会拉通榜，应该很大的机会会回来吧？应该能回来，能回来。我们组庞军师寄了票，寄了前2场的票，这176很微妙，有可能就谢谢梁岩了啊。咱老弄那一语成谶的事儿，别。你看，去年走了3轮，今年2轮，我一回都没去过那边。我上一回差点去，后来庞博老师给拦回来了，说您还没赢呢，我又回来了。梁岩，你也别着急，还有挑战呢。那按照规则，确实要暂时前往待定区。如果还有什么想要和大家交代的？没有，就是还是心服口服。谢谢这篇，其实我们线下一起演我也听过，改得非常好。然后希望大家呢，支持在座的各位演员，然后有机会咱们线下见。我想稍微帮梁岩哥稍微说2句啊，就是因为其实一直来脱口秀演员都有这样一个担忧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有这么一个咒语，就是讲孩子就完蛋了。但是我感觉梁岩哥从去年开始在台上讲孩子，包括再到后来史妍姐也在讲自己孩子的事情，包括戴维，我觉得这个舞台当然一定是从比较年轻的人开始讲，但是我觉得各个年龄段层次的人都需要在这个舞台上看到自己的内容，所以非常感谢他们在这个台上写出的内容。哦，对，希望明年以后可以有一个中年组。好嘞，加油！多谢。谢谢梁岩。